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现在来到了武汉的长江边啊，这位置就是应该是书本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，叫做龙王庙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？应该大家都知道嘛，有一句谚语叫做“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是一家人”嘛，说的就是武汉的这个位置啊。这个位置刚好也是这边的汉江，大家看到没？就是可能是比较窄嘛，水位积退之后比较窄，包括前方的一个长江。武汉也是我们的母亲河嘛，一个交汇处，然后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一个景象啊。咱们一会儿去前方可以带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咱们面前就是江滩边、汉江边的一片芦苇荡，原来是绿油油的啊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枯草了。不知道这个芦苇荡里面、这个枯草里面有没有什么宝物？会不会有个蟒蛇一跃而起啊？反正咱们是不敢下去啊，不敢在里面趟。这看起来在上面看，它是不怎么深啊。其实我估计能埋一个人进去。你看那个芦苇荡，基本上一个1.78米的个子，基本上进去都找不到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啊，一进来就立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江汉朝宗，两江水府三镇福地啊，真的是三镇的一个福地，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龙王庙的一个位置。下面呢还有一个非常奇形怪状的，这是龙的头，乌龟的身子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真的是太有寓意了。难道就是说的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吗？这真的是古人的一个智慧啊。咱们现在所处的一个龙王庙，前面还有龙王庙的一个碑啊，咱们一会儿过去带大家看一下。所处的一个龙王庙啊，也是建的蛮早吧，应该是在明朝的时候就建了吧，因为当时整个的长江包括汉江这边的水位还是比较惊险的啊，因为有经常的船舶船只在这边倾覆，所以说古人就想了一个智慧，然后在这边建了一个龙王庙，保证风调雨顺，保证整个船只的一个行驶安全嘛。这边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龙王庙的一个石碑啊。然后我们小时候就经常听武汉的老人说嘛，在武汉的长江跟汉江上面经常有一条蟒蛇穿梭，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位置带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奇观啊。其实呢，并不是老人所说的那种什么蟒蛇穿梭，而是整个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前方长江跟汉江的一个交汇处，因为两江的一个水文特质是特别不同的。哎，这边是这些人在长江里面撒什么呢？这些人没弄明白他们在长江里面撒什么呢？然后接着刚才他说啊，就是长江跟汉江的交汇处嘛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汉江，然后前方的一个长江。汉江这边就是清澈见底嘛，碧波荡漾，然后前方的一个长江可能就是比较浑浊了。两江呢水文特质不一样，所以说虽然是交汇，但是不交融，在整个的交汇处呢形成一条长长的线，犹如一条蟒蛇在整个的江面穿梭啊，所以说这也是老一辈嘛，老人们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一个敬佩和赞誉吧。正前方在长江上面行驶的轮渡，就是武汉的一个过江工具啊，咱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，1.3块就可以坐大轮船，在全国真的是绝无仅有，也是现在的武汉的一个网红打卡景点啊，很多外省人慕名而来，就非要坐这个大轮船嘛，毕竟坐上1.3块就可以感受一下两江四岸武汉的美景啊。包括在长江里面行驶的一个巨轮，可能今天行驶的轮船比较少啊，往日这个轮船都是几十辆的都在这里面跑，可能是今天天气比较不好吧，然后这几天武汉也比较雾霾，你像江对岸这些高楼大厦基本上都看不清了，你看非常的霾啊，整个的景色可能拍出来没有那么好，整个霾里面可能是不是那么清楚了。就是武汉的长江大桥啊，也是长江上面第一座公铁两用的大桥，对武汉人民来说，包括对全国人民来说，纪念意义也是非常的重要。很多外地的游客也是来到武汉，必须跟长江大桥合个影、拍个照什么的，留个念，然后传到自己的家乡。包括这边的长江汉江交汇处冲刷出来的啊，大自然燃烧大自然的一个杰作冲刷出来的一个南岸嘴，就是绿洲嘛。看上面，虽然说现在树叶已经枯萎了，但是还可以感觉到，然后绿树成荫那种大自然的一个风景啊。到现在为止，整个武汉这个核心位置、中心位置还没有开发，还是一片绿洲啊。整个的南岸嘴突出出来的南岸嘴，跟上海的陆家嘴，包括重庆的南天门是特别的相似。但是上海的陆家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金融中心，重庆的南天门现在已经开发成了一个来福士广场还是什么。武汉这一片依然是大自然的一个原始状态，一直在留白啊，不知道未来会做什么样的一个规划。可能呀，这也是武汉人民对大自然的一个敬畏，对生态环境的一个尊重和保护吧。我感觉呢，不开发留到这儿，让
作为一个自然景观，让更多的武汉市民，包括外来的市民来感受一下大自然形成的一个奇观，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咱们刚才说江面上船少了，这会儿已经多起来了，包括货轮，包括过江轮渡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1辆、2辆、3辆。这边又是一个从武昌那边开过来的一个轮渡，包括那个货轮，看一下，整个的长江的水运也是极其的发达啊！真的是武汉不愧是9省通衢的一个位置呀。